这样的小男孩你见过吗？老师让他朗读课文，他是这样读的。一道简单的3×9，他能联想到星球大战，结果可想而知。男孩叫小夏，害怕成绩被父母知道，放学回家拿试卷喂了狗狗。妈妈问成绩下来了吗？他就吐着奶泡泡装聋作哑。这样让人头疼的熊孩子，什么样的老师才能教？这天班里来了一个小丑，一会吹笛子，一会变魔术，还带着同学们跳起舞。原来他是新来的美术老师托尼，别出心裁的见面方式，同学们很喜欢。他的教学方式也很特别，给每人发一张白纸，让他们随意发挥想象。同学们纷纷拿起笔开始画。他看到小夏低着头和他打招呼，他也只是抬头看了看。有一次，托尼看到小夏在教室门口罚跪，问他怎么回事。小夏则是一个劲往边上躲，看起来非常害怕。托尼觉得很奇怪，找到了小夏的同桌小杨了解情况。小杨告诉他，小夏想家了，因为他中途转学到这里，语文课上没按标准答案回答，被老师批评；美术课上看窗外，老师直接扔粉笔头，问题答不上来，被敲手背；体育课上动作不协调，直接被拽出。每一堂课他都会被老师批评，同学们也嘲笑他。托尼找出小夏的作业本，翻开一看，上面全是红叉叉。再仔细一看，他发现这孩子犯的错是有规律的，只要相似的字母，小夏都会写错。这一下托尼恍然大悟了，而且他看到小夏平时总是很恐惧，眼神似乎在求救，他担心小夏会崩溃。于是托尼坐上去小夏家的车。老师们的否定，同学的嘲笑，让这个年仅8岁的小男孩备受折磨。他变得狂躁，撕掉书本，折断铅笔和尺子，将书本全部扔进垃圾桶，把书包扔出教室。所有的数字字母在他眼里都是蜘蛛。渐渐的，他变得孤僻，经常一个人站在高高的地方看着前面发呆。画面一转，托尼来到小夏家，从小夏父母口中得知，小夏以前是一个阳光开朗的孩子，能快速拼出复杂的拼图。他最喜欢画画，可偏偏就是不爱学习。老师们的各种投诉都在说小夏智力有问题，让他上特殊学校，实在没有办法才让他转学。托尼来到小夏的房间，他被眼前的这一幕震撼了，看到了小夏以前的画，用色大胆，内容丰富，天马行空的想象力，甚至还有一本翻页动画。他这才知道，那个一言不发的孩子是个极具想象力的天才。托尼打开小夏的作业本给他们看，并告诉他们，小夏把 B 写成 D， D 却写成 B， 相似的字母都会弄混，是笨还是懒呢？都不是。爸爸却说他胡扯，这不是给不爱学习找借口吗？眼看解释不通，托尼急中生智，他拿一个外语玩具盒，让小夏爸爸读出上面的文字。爸爸急眼了，下一秒他愣住了，他第一次感受到儿子的处境。托尼说小夏是得了读写障碍症。妈妈红了眼。回到学校，在课堂上，托尼给大家讲了一个故事。有这么一个男孩，他不会读书，不会写字，看到单词就如临大敌，那些字母在他面前不停地跳舞，成绩极差。所有人觉得他是个白痴。你们知道他是谁吗？这时小夏低着头，非常的紧张，生怕老师在说自己，怕被同学嘲笑。老师举起一张照片，没错，他就是爱因斯坦。小夏猛地抬头，眼里放着光。老师又说，世界上有很多名人在儿童时期都有读写障碍症，比如爱迪生背不出字母表，毕加索不理解数字，迪士尼不识字，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成为世界的巨人。听完老师的话，小夏露出久违的笑容。下课后，老师单独留下小夏，并且告诉他，刚才还有个人我没提到，因为他现在还不是很出名，但他也有同样的困扰，那个人就是我。小夏吃惊地看着老师。在小池塘边，小夏用木棍、铅笔和菜叶做了艘滑翔船，他把船放到水上，船慢慢地往对面开去。同学们都为他鼓掌，小夏却躲到同学后面。托尼找到校长，主动请缨，他要利用课余时间教小夏读书写字，在沙子上写字母，写不好字那就练方格，从大的练到小的，一点一点写标准，利用做游戏的方式学习加减法。老师教得很有耐心，小夏也很刻苦，白天努力学，晚上用心记，很快就能准确写出单词，然后能读出完整句子，字也从歪七扭八变得整齐。在老师的帮助下，小夏终于克服了读写障碍。为了让他重拾绘画的信心，托尼特意举办了一场绘画大赛，全校师生都能参加。比赛当天，台阶上坐满了人，每个人都沉浸在自己的绘画中。小夏终于来了，他选了一个角落坐下，颜料在他手中仿佛有了生命，各种颜色的碰撞交织，形成了一幅唯美的画卷。老师看着小夏的画，他知道小夏画的是自己。曾经他绝望地望着池塘，感觉自己也沉浸到了水底。比赛结束，校长站在台上宣布，这次比赛的冠军是小夏。全场响起热烈掌声，胆怯的他躲在人群中不敢出来。在老师的鼓励下，他缓缓走下台阶，老师牵着他走向领奖台，校长给他颁发奖状，老师同学们都在为他欢呼鼓掌。这一刻，他再也忍不住了，
哭着扑进老师的怀里。这是他人生第一次获得肯定。当小夏看到老师的画时，他被深深的感动了。画里的自己笑容灿烂，光芒万丈。好老师可以改变孩子的一生。每个孩子都是地球上独一无二的星星，只要帮他们拂去灰尘，它就会散发出无限的光芒。